有一次我喜欢的人，他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我们就是去一个观光的海域，然后就已经走到一个河那个堤防边，然后是深不见底，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下去。重点是就是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下水，所以就没有穿任何的下水的东西。他问我说要不要下去？他有大胆邀约哦，他想跟你裸体在那边，没有鸳鸯戏对，然后反正他就下去了。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我是涂善存，我是陈立安。欢迎两位耶！近距离爱上你。我先跟大家介绍下剧中的角色好了。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是有播出了几集，可是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还没有看。你们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下剧中的角色？好，成人 CP。我在剧中的角色叫做萧立成，然后萧立成是一个就是比较好动啊、屁孩啊、惹人生气的一个角色。那在剧中，我一开始是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我请立安的角色藤木人帮我追她，就没想到追着追着呢，因为可能立成太可爱了吧，就藤木人就好像对他有点心动，有心动，然后但是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喜欢的是藤木人，的那个过程这样子，对我就对他展开猛烈的追击，好。那我剧中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藤木人，那他这个角色比较高冷，那对外呢会比较冷淡一点，但其实对朋友、对立成跟信司他们就会比较有义气，然后会比较有耐心。那其实，在像立成说了，就是可能他要追求初恋啊，找我帮忙。那因为我有义气嘛，所以我在这帮忙的过程中，然后假戏真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有一些化学反应，有一些故事情节，然后造成我们一些很有趣微妙的互动，然后就变得我好像也慢慢的被我吸引了啦，被吸引，也在意他了，两个在一起这样。因为之前我们在试映会的时候啊，有聊到说为戏做什么准备。那我记得那时候立安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举例，就是说你连去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你本来个性其实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对，可是在剧中的牧人是一个比较高冷的，所以听说你好像是去连买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变得那样子的状态，是不是？对，就像我在拍戏的过程中，连跟立成还有导演跟摄影师剧组们，他们都会讨论要怎么整我，然后觉得大家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非常的愉快，但是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能跟他们玩在一起，因为我要保持藤木人的状态跟那个角色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很挣扎在里面，就很想要内心想跟他们玩，但是外表又不能太玩在一块，所以你其实，在拍戏的现场是需要盯着自己的一个小圈圈跟小范围，对，就一直在藤木人状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那善存嘞，因为善存在剧中的个性，其实跟我认识中的他有蛮大的落差，因为在里面。要怎么讲啊？这样形容不知道好不好？有点像是大只的狗，就是像大只的狗，它就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对你一直不停的闹你跟你玩这样子，然后感觉有很多动力这样子。就是你在为了这个角色，你有特别做什么样的调整吗？我觉得这次的角色很不一样，是我从一开始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其实我在准备剧本的时候，跟我以前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准备也算是一种突破吧。就是我在准备剧本的时候，可能以前你是从台词的部分去着手，可是这一次我反而是每一次我都在想这一场戏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好比说我要惹他生气，然后去逗谁开心这样子，然后那些台词就是搭配着我还有我的身体的动作，然后去呈现，达到我要的效果。你有想到以前的同学或者是你身旁的朋友去想到他们的例子套在你自己身上吗？其实蛮多的，我觉得甚至就是我会想到之前像我拍过的这一刻想见你啊，阳光电台不打烊，就是大贺、海芬姐、灯辉哥、车之力，就他们那时候我站在一个比较类似藤木人的角色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喜剧的演员，那他们的节奏我觉得是我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养分，然后在立成这个角色上面就把它发挥出来。但因为你们之前有讲到说，其实你们因为你们在剧中，你们跟那个信司是3个人同居在一起嘛，所以你们真实的生活当中，听说在那个场景当中是真的有住1个礼拜的时间。对，那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吗？那个时候，对。
那时候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们有心中有想说浮现什么样的 OS？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我们要求，是我们自己要求。你们自己要求的，对。所以不是 Line TV 要求你们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去问他们说可不可以的。为什么你们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培养我们彼此的感情，跟加深在我们跟在家里面的那个熟悉感，对熟悉感，对，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自己主动提出来，对。那他们有讶异说，哈，这样我们还要多花1个礼拜房租钱？没有，我们是在就是边拍边住了，我们没有提早住所以就是在拍摄当中就过去住这样子。对。那你们是谁先发出这第一个请求的？你们3个人当中谁先发出这第一个请求？你们有印象吗？好像是信思，我们好像就是在聊天，在聊到说，我们在这里拍好像可以住在这，然后我们就大家说，对啊，可以，所以我们就一起这3个人一起去找导演说，导演我们可以这样吗？安俊鹏先提出来这件事情，对啊，而且我们住的环境也蛮好，还不错啦，就是应该说是那个他们美术组很厉害，他把我们3个人的房间都布置的跟我们角色的性格很像，所以其实住在里面，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有培养自己在里面的那个个性这样。那住的过程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管家，他是我们的管家，他是你们的管家，他很严格对，因为我就是他们只要出去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要回来了吗？11点了，因为我们的门禁是11点。”对，就会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很大，因为我们的家蛮大的，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就觉得很害怕。你是害怕还是怎么？还是孤单？就是就有点孤单又害怕，会觉得说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怎么还不回来？真的是谁最晚回家？善存跟安俊鹏谁最晚回家？安俊鹏。安俊鹏，信思他都跑去哪边了？他回家了。他回家。对，然后就是两边跑。所以立安的角色比较像是管家的角色，是不是？对，私下了。那你眼中你觉得安俊鹏跟善存像是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家里面你说在我们做的同居的那段时间中吗？对，一个是主厨大师，然后一个是心灵大师，主厨大师让我猜，因为你们之前有讲过说安俊鹏煮东西蛮好吃的，对，所以是他是不是？就是信思，他会很常煮东西给你们吃吗？就他就是我们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会无中生有，就突然就是蹦出一道菜给我们吃，这样子。你是说？对啊，因为我们在宵夜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喊饿，然后信思就会跑过去厨房，然后做一道菜给你们吃，这样子。对，那心灵大师是怎么一回事？心灵大师呢，就是这位立成先生。就是他怎么样？因为这是算是我第一次主演，所以我在剧组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剧组里面的很多问题，我很想要问。就是你还在熟悉这个环境，还在熟悉那个环境，所以我自己过不去那个坎，但是我不会说出来，但是历程都会看在眼里，然后就会主动跟我讲，然后也知道我的点在哪，然后让我疏解那个过不去的坎。那善存那时候看你觉得是怎么样？那时候你觉得就是以历程看牧人，你觉得还有那时候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觉得他好像被卡住在一个圈圈里面，想要去协助他？我觉得是其实你会表演跟剧组是个团队生活，有时候就是你会表演不一定你可以在剧组里面过得很舒服，就你表演的时候很舒服，可是因为剧组是很多人，然后你必须留意很多事情。那我觉得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在演戏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心理上的一些遇到困难啊，或者是自己的感受，可是通常会自己憋着。然后我也是很多哥哥上河哥啊，一哥他们就是会，我问的话他们会跟我讲。那我就觉得我站在这个角度，我看到他好像遇到跟我当时一样的感觉，那我就会想要说我直接关心他，这样会比较对我们都好，就是越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越好的去表演。就是他可能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开口，可是由你来把这个开关给我，就会去，就晚上我就在他的房间，然后我问他，你今天怎么样啊？你去他房间？对，你去他房间主动跟他深聊，就是对啊，然后他也会很直接的跟我讲，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互动是很健康、很直接的关系。你们在你们房间聊，通常会聊多久时间啊？我有2个小时吧，超过2个小时？对啊，真假的？那除了聊剧之外，还有聊别的事情吗？还是还有2个小时可以聊的东西很深
超深的，对啊，超多的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们拍戏前我们就认识，然后其实在当我们那时候还就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常聊表演的事情，所以很开心，就是这次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拍这部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彼此，然后在更深入的表演之中，然后去更紧密这样子，更紧密，然后去探讨表演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听导演讲说，善存这个角色算是蛮惊喜的被选到，因为你是最后一个确定的。然后我也得知说，其实因为立安在那个试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跟很多的选出你的完美的搭档，对，完美搭档。你是不是那段时间有跟很多人不同的人试？对，的确是跟无数个因为刚开录之前，涂善存说你这不守妇道的人，所以叫你那么晚出现。你那个不守妇道的过程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其实就是也都其实幸好啦，因为那时候他最后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很开心他出现。然后我那时候还记得，我们排戏前，我有先小 paper 就先跟他报一下，因为那天我去试镜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可能试镜前会比较紧张，然后去厕所，刚好他就来了，然后在厕所遇到，他又跟我说一些就是可能前几个人试镜的时候导演的看法。然后我觉得那些小配博应该有帮助到我拿到立成这个角色。对，因为导演都喜欢真来，所以我跟善存说，你一定要真来，你就要直接亲下去。哦，就是这些指令是你在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场戏，我们直接试亲密戏嘛，然后通常我们也会直接来，可是可能那个尺度我们会拿捏一下，因为通常你也不知道对手是会怎么样能够接受，那可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你可以，你连问都不要问，就是你就直接来，直接亲就对了，你直接把舌头伸进来。那立安，你在试那些就是好，就遇到对的人之前那个过程，你心里面会不会很彷徨？就是在选的时候，不会啦，就是蛮像选妃的，不守啊，不守妇道，不守妇道，有没有？所以那时候选定他的时候，你心中想的念头是怎么样？那时候我就在跟导演讨论，就是这件事情，但我会觉得善存，我相信他的表演功力，我觉得他可以做到萧立成这个角色。对。那善存那时候进去了，因为我听说其实那时候是你们在试这些亲密戏的时候，立安好像是只穿着一件小裤裤，然后就跟你们把这个戏对完这样子。你说我跟他那一场吗？我跟他那一场其实比较温和一点的亲密戏，就是没有脱到衣服，可是在剧情里面是一个小意外，然后就接吻了。所以你们要重现那场戏，就在那时候，对，在那个时候，在那时候这件事。可是因为记者会上茶哥有讲这件事情，就是茶哥在要试他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我想说，绿茶哥要试这个角色，为什么要牺牲的是立安？因为藤木人还为了要试这场戏，然后只穿了一件小裤裤，就要跟他试那场比较激烈的侵犯你的戏。对。但我觉得就是绿茶哥也蛮敬业，就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他其实在就算镜头没有 take 到他，但是他还是每个动作都做到确实，就是可能要做一个摔倒的动作，他其实每一场没有不管镜头有没有 take 到他，他就是每次就是尽管摔。可是那时候听到导演指令说叫你要这样子以一个这么赤裸的状态去试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害怕跟紧张吗？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自己没有本身把自己很看重，就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会觉得说一些身外之物，因为演员就是要很完美的去诠释每个角色嘛，所以不能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或这件事件。其实我们之前排亲密戏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房间是沙发床的，但是因为那一天刚好那个场地就是借不到，可是因为绿茶哥他又只有那一天就是大家的能够排戏的时间能够对到，所以导演也那时候就是跟茶哥说很抱歉，就只能在这样子的环境，你要在一个会议桌上面，然后跟立安去排这场强暴戏。但因为就是绿茶哥跟立安都是很专业很敬业，他们就会说就是
你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尽量也做给导演看。然后立安就比较辛苦，就是脱到身内裤，然后就配合他这样子。那因为之前立安有称赞说善存是一个蛮温暖跟贴心的人，那你回想起来还有哪些是你觉得真的蛮多暖心的举动？不要用爱不看对方。像有，因为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是有几天是很冷的状态，就是状况下，然后那天我没有带太多衣服，然后他就很暖心的就说，就是外套给你上，然后我就是哇，就瞬间暖到那个外套穿起来，我觉得哇。是怎样？以前都是你做这种事情，然后没想到这次是被别人照顾。我反而被撩了，因为我都是撩别人，然后突然被撩的感觉。给外套这件事情是不是以前会很常做的事啊？就是如果要撩喜欢的人的话。对啊，然后就突然是被动的状态下，我会觉得哇，这个感受蛮好的，这感受还不错。我先问立安，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常会有人跟你借外套，或者是你把外套借给别人吗？很常啊。那是被借比较多，还是你常主动借？就是被借，他说：“外套借我穿啊，对不对？先要扁扁的，对，那外套借我穿啊，对啊。”然后我就好，就给他穿。可是那如果你其实没有想要借对方，你还是会借吗？如果不是，因为借外套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因为借外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事哦。是吗？我都不能够乱借外套真的我都。就一视同仁的，有人想借就借啊 ，OK 啊。他有可能他在福利社或者是其他厕所跟人家炫耀说，我拿到陈立安的外套，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他们只要有跟你借，你就会借他们。对啊，因为我都 OK 啊，我都 OK。那善存有吗？我还好，因为我以前球队了，我的外套不是太香。而且你高中是念男校，对，我都是男校。那男校有人跟你借吗？我会硬蹭到别人身上啊，就是我们可能打完球身体都是汗，然后我就挤在别人的那个椅子上，所以不会有人主动跟你们，因为班上应该还是会有虽然是男校，可是还是会有仰慕你的人吧？没有，不会啦。其他班没有吗？不要说仰慕，我们感情都很好啦。好，所以他们没有给你借外套这样子。在男校的规矩是没有人要借啊，就是我要拿我就拿了，直接。对，我们外套会在。大家彼此的外套都会互相流传，就是没有什么借不借哦。对，那你们在感情中的态度，其实也会是像就是剧中的角色这样子吗？就是比较积极性的吗？你说藤木人的角色吗？藤木人比较不算，这样讲好，就是不要说影射剧中的角色，就是你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态度上面，你们是比较主动积极的那一方。我都比较主动，你都比较主动。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要主动啊，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心意，然后就喜欢就喜欢，喜欢就喜欢，就不要隐藏。你等一下先回想一下，有什么样子小撇步可以分享给我们观众？就是如果要进一步的话，有什么小撇步？那我先问，你在想同时，我先问善存，你也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因为感觉你个性比较温和。我真的不是主动的那一方因为你有阴影，对不对？我有阴影啊，你有阴影的，对，因为那阴影就是他之前曾经喜欢一个女生很久，然后好像送巧克力给对方吃，就是我看到是这样子。可是就不止这个，就是以前我主动的都没有成功过，现在会不会就可以成功？那个阴影造成我现在也不会那么主动，应该说是我会表达我的喜欢，但我不会主动要确认这段关系，就是因为你可能讲出来了啊，就拜拜了。那你回想一下你的主动会是你敢到多主动哦？你先想一下。你说以前吗？就是到现在，你的主动大概敢到多主动？那我先问立安，说你会有什么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这让我想起那个学生时期，然后我暗恋一个学姐，然后我暗恋她1年，然后她前后后换了两任女朋友，我还是继续暗恋她。你说那个学姐换了2个女朋友？2个男朋友，换了2个男朋友，蛮多元的爱。对，然后我就还继续喜欢她，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哇，因为我是双鱼座，我会觉得我在那个当下，我蛮让大家感觉到我很喜欢她，因为好像班上的人都知道我喜欢那个女生。你是有做什么举动，不然怎么大家会知道？像那时候我会直接，像她体育课下课的时候，我就会拿运动饮料给她喝。然后，但是她还有男朋友状态下，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啦！然后嘞，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她，因为那时候她单身了，然后
我为了他，我还有住校，因为他那时候要考学测，然后他要住校，然后我还你为了他住校？对，然后我还就为了他住校，然后那你要住校，我在那一年住校那一年追到他了，然后那在追到他那个过程中，他只要在体育课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在那个大楼上面，然后在那个栅栏看他上体育课。恐怖情人，什么很浪漫欸我就觉得我在欣赏他打球的那个感觉。你是柯南里面那个小黑人，很可怕。同学压迫感很大，我想说怎么一直只是想要好好打个球，一直觉得后面有一个是吗？眼神在看我。但我在自己的世界，我觉得很浪漫很浪漫啦。我开玩笑，因为我一直在粉红泡泡的那个开玩笑讲的，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你的爱是会很勇敢的去表现，对，表现出来。可是她有男朋友之后，你送运动饮料给他说，他没有讲什么吗？他应该觉得还好吧，因为只是运动饮料，又不是情书或是其他的更赤裸的。对啊，更好表达心意。所以你的感觉听起来，你的策略应该就是不要放弃，即便她有男朋友，就是也不要放弃。如果他真的拒绝你，那就拜拜，那就拜拜。对，好，那你嘞？你到底敢到多主动？我觉得我的主动就是我不会。我现在也已经不太会说就是要不要在一起这种事情，但我会愿意陪他做他想要做的所有事情。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就是即便你不喜欢做，对，有点 you jump I jump 的感觉。类似怎么样啊？类似怎么样的事情？就像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一次我喜欢的人，他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然后我喜欢他嘛，可是他可能没。因为他最后没有接受我，所以可能没那么喜欢我。可是我们就是去一个观光的海域，然后就已经走到一个那个堤防边，然后是深不见底，然后他又是把他推下去，没有他很喜欢就是跟大自然互动，然后他就跟问我说要不要下去。重点是就是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下水，所以就没有穿任何的下水的东西。他有大胆邀约哦，他想跟你裸体在那边鸳鸯戏水，对，然后反正他就下去了，然后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下去，都是观光客，然后水又就是你又踩不到底，然后我就只有内裤，如果真的要下水的话，然后我想了也没有很久，可能15秒吧，我算了，我就哒脱，又直接掉下去了。你就穿内裤，然后就跟他下去，然后他也只穿着一个内衣，就这样子下去了。对，我们都有内衣裤了。这个场景下一秒就是放那个烈火在那边烧，然后下一个画面是两个没穿衣服躺在那边。是，通常的场景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很愿意去做。你真蛮浪漫的耶。是吗？这蛮浪漫的哎。那你们两个私下也会很常传讯息吗？就是在拍摄。我们不止传讯息，我们每天通话，每天讲电话。对，因为你们那时候每天都会聊剧本啊，聊明天的事情，然后聊今天的感觉。那先讲好，扣除掉聊工作的事情，那你们最常聊的话题是聊什么？最常聊的话题，不要聊工作因为角色这种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对，就是没有在聊戏的这件事情。你们最常聊的话题是聊什么？我们最常聊的。我觉得还是表演表演还有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些事情。立安，我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讲话太客套，会拿打火机烧人中。打火机在哪？这么凶，烧人中吗？打火机烧人中，它是盛世美颜，不能烧脸，直接毁了，直接毁在这边这样子，有没有？对，如果扣除掉啦，总看聊10件工作的10件事情，聊9件有工作的事情，最起码有1件是聊别的吧。对，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很认真了。对，他会，如果就我发文发的不好看的话，他会密我。他会说你那个照片拿来，我帮你改一下。你发文发不好看的时候，就是我会帮他修图。我的美貌都是他帮我照顾的。真假的？你帮他修图？对啊，就我们的就会全部一起修，我自己啊。你帮大家修，他喜欢，就他调出来的色调都会比较，就是那个比较有感觉。你是什么时候惊觉他照片需要修，帮你修的这件事？就第一次我就说，那你要自己用吗？他说好，因为我有时候拿到照片，就是剧照来或者什么来，我就好不错啊，我就在发。对，因为我比较注重在于文字，我就会打文字，然后照片就发出去。我是负责图像的概念，他是负责文字的概念。对，那你就会帮他修。对，你就会帮他修。那你会帮他修什么东西吗？文字什么之类的吗？还是他社群比你会更会经营？
他感觉社群比我厉害。比较爱玩啊，爱玩社群。好，因为我知道善存跟妈妈感情很好，但是因为我觉得拍 BL 剧，现在虽然 BL 剧已经很风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现象。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们透过不同的影视作品或是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爱是没有分任何的样子的，任何的类别或怎么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对，各式都一样的。然后，可是因为我还是很好奇，因为有一些长一辈的那个长辈们不一定可以那么的很快就接受这件事情。那你跟你妈妈感情这么好，你有跟她沟通过这件事吗？我没有跟她讲啊，没有，因为我很期待，就是我拍完之后，她到时候直接看到作品的反应了。哦，想说直接交给他看这样。对。可是你妈会是跟你讲实话的人吗？如果你的表演需要做调整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她就会直接跟你讲吗？她超级，她因为她看了她超级爱在家里看就是各种类型的剧。我几乎每次拍完戏，她都会对我有所评价。哦，真假的？对。她会跟你讲讲到多细？她还讲到说你这场戏，然后这场戏的带动者是谁？然后哪一个前辈演得很好？然后他帮了你什么？然后什么 blah blah blah。我冒昧问一下，你妈妈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不是她是后天自学的，看各式各样的那种类型这样子。她算我学姐。那立安嘞？因为我们家庭算比较传统，然后但是我爸还是会默默支持啊，会分享我的文章，对啊。所以你没有特别跟他们讲这件事？你要接拍这个戏之前，你有跟他们讲吗？讲说我有跟他们讲，但是他们无语。无语啊？对。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那天的大概状况是怎么样？我说爸，我接到一部戏了。我说什么戏？BL。什么是 BL？ 然后跟我一样反应一模一样。就是男生跟男生，然后已读不回。哦，你用传讯息的方式？没有，就是现场已读不回，现场的已读不回，直接飘掉。他可能是在脑里想象画面。对。然后后来还是没有讲什么东西。就后面就是他还是会分享我一些宣传的东西、片花啊。对啊，其实我还蛮感谢的啦，因为他一直在更新他的想法，颠覆他的想象的一些想法。我觉得爸爸好像大部分都这样，对，就是可能他没办法轻易的用言语的讲些什么，可是他用行动的方式来支持你这样子。可是因为现在还是那种比较你知道小情小爱，友情要变爱情的瞬间，可是接下来的剧情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对，的确。那时候你们会紧张吗？你说面对爸妈吗？面对他们跟家人跟朋友这样子。对朋友还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艺术嘛。然后对爸妈的话，其实我就放着，他们会看就看，不会看就不会看，it's OK，就是随缘这样。对，随缘。他们想要跟我分享，我就跟他聊。对。那你呢？我其实是一种很兴奋看戏的状态。我很想知道他们看了之后的反应。其实不知道他们反应会怎么样。那如果一起看这件事情可以接受吗？跟家人一起看？一起看呢？我给你1000，你跟你爸妈，我跟你爸妈一起看。你们可以吗？我是可以啦，但我妈应该不行吧？就是有点害羞啊。有点害羞，会有点害羞，真的蛮害羞的哎。对，我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像真的蛮害羞的。对啊。好，那如果就是现在要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播出这集的那个扭蛋机，其实已经播出了几集了。然后，如果要帮你们这对成人 CP 选一首属于你们自己的歌的话，那你们会想到哪一首歌？兜转啊。兜转吗？兜转就是这次的主题曲，陈势安唱的。势安哥唱的兜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就他的台词其实很符合角色的心境了。而且他唱的一些音调，那个感觉氛围很符合我们的剧情的情节在走。他就感觉是音乐在带动我们的画面的感觉。我觉得音乐对戏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它会让一部很好看的剧变得更好看。对，这很重要，音乐真的很重要。对，那你们今天可以唱吗？不行，不行。小鱼哥，你知道势安哥的他的那个音高大概在我们的那个在这头的再上去大概3个阶梯。唱哦，我们唱上去歌就被我们。势安哥是天后那你们两个私下有去唱过歌吗？有，我们在其实拍戏前我们就有约一起去聚会啊，唱歌。你们一起去唱歌？那你们两个在 KTV 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
我们类型超不一样。超不一样。什么样？大概描述，因为每个人在 KTV 有不同的角色。我先讲我在 KTV 的角色就是负责在吃东西而已，我就是不唱歌。别人叫我唱歌可能会生气那种，我就是没有要唱歌。对，那你就听别人唱歌。我就在听别人唱歌，然后我就会想说又要来当分母了，对啊，所以我一定要吃很多牛肉面跟水饺，我要把它赚回来。对，那你们吃2碗。对，那你们在 KTV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唱什么样的歌，然后就是玩些什么这样子。我应该是那个气氛制造机吧？你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但也不是气氛制造机，我也是蛮活在自己的世界的。就是、什么意思啊？这很矛盾呢。就是我会唱比较，像我会唱那个草东没有派对那个山海哦，就是会比较高亢的那种歌。它比较独立乐团一点。对，那。我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会那个，因为我们唱歌那一天他是穿一件大帽 T， 然后他平常会戴一个眼镜嘛，所以轮到他的时候，因为可能有些歌真的太特别，没有人会，然后他也不跟大家互动，他就自己把脚收到椅子上，然后双手环抱，然后帽子戴起来，然后就这样跪着，自己就闭着眼睛在那边唱，然后麦克风拿很近的，对，就这样，我们就看到还拉远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坨球在那个么字形的角。还拉远这样哦，你就是会想要专心唱好你想唱的。对。可是那如果你去的时候发现气氛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不是那么嗨的，因为你是属于比较活泼的人，你会去主动带动气氛吗？会啊，我会跟大家玩游戏啊。玩游戏？对啊。玩什么样的游戏？就玩猜拳啊那些东西的，然后就带动大家这样子。对啊，他会的歌路蛮广的，就是那些像嗨歌他也会唱。例如什么？就是嗨歌啊，对啊什么的，他饶舌那些。饶舌他也是蛮对啊。饶舌还行啊，饶舌你这饶舌还行，饶舌还行啦。没有，就因为我听的歌很广，所以我就什么歌都喜欢唱。像什么，因为他本来是 DJ 啊，所以他是很厉害的。对啊，我以前我兴趣是 DJ 啊，对，兴趣还是你的工作是曾经是？我之前有帮那个太阳音乐季放过歌，酷哎，非常酷，因为那是蛮有意义的活动。对啊。那你之后还是会想要继续？对，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这样子，因为那个惊奇队长，就是他本身是演员嘛，但他私底下就是一名 DJ，我就觉得这样很酷。你想要兼具这样子的？对，我也想就是兼具 DJ 跟演员这样子。我觉得未来啦，我觉得这样蛮棒的。对啊，未来。那善存在 KTV 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也是跟哥你比较贴近一点啊，因为我自己喜欢的歌的类型都是比较乡村一点，然后都会比较。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类似这种吗？对，那怎么样乡村？就是可能比较偏向李荣浩啊、宋冬野啊、隔壁老樊。李荣浩有想要被说他是乡村？没有，就不是说就是比较，就是李荣浩要生气，出事了。李荣浩有说想要被说乡村吗？应该说大家在唱歌那个氛围，就会瞬间被我从一个高点拉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哦，就是你会把气氛稍微的瞬间拉下来，前面可能还是想说还要顽童的歌这样，瞬间开始上课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大家很嗨哦，那我吃个牛肉面好了，吃个水饺。但是你还是会主动唱吗？就不会主动唱，就除非我看大家唱累了，就开始默默的移过去，点。所以通常如果唱3个小时，最后的半个小时，大概是你会 solo 的时间，发挥时间，大家可能开演唱会了，帮了，然后或者是吃太撑，对，什么这样子的，那个嗨过头的时候换我。好啦，我觉得从 KTV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2个人不同的这个性格这样。可是因为我听说，好像善存已经有开始在准备创作，就是在做创作这件事情。对，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工作有一点 delay，然后再接到近距离爱上你前就有一段的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思考，然后后来开始说想要把握时间，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一做，想当乡村歌手。其实不止吉他和写词，我连画画呀，然后就是其他东西。我知道你很文青这件事情，就我想把还有摄影，我就想把我想做的都去做，然后都是跟艺文类有关的。对，我觉得我想要把这类的触角就是尽情的发挥啦，就是想要把这种感受扩张出去，因为其实它可能有互相帮助到。对，其实有在你创作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帮助到各种其他的类型，可能帮助到你角色建立什么的那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酷，就是其实我在
接到这部戏前，我也没有想过，我开始练吉他、开始写词会帮助到这部戏。就是我在剧中居然可以创作一首歌，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嘛，蛮缘分的事情。就是反正有喜欢什么就尽情去做，这样子。对。好，最后有一个是 rundown 上面没写，我觉得可以试试，就是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要跟彼此说？就是从你们前期以前认识，然后到后来试戏有成功，然后到准备角色，到开拍，到现在宣传，其实这一路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半年以上吗？还是1年？大概4、5个月，已经有一长段的对一长段的时间，很密集的相处。对，就是成人其实是互相的在帮助彼此，这样子，让你们这个剧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缺少一方都不行。对，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彼此讲？我对他讲了超多话，他应该听到很腻了。那不然那个腾腾先讲好了。好啊，有没有什么话？我要对着他讲吗？都可以。然后对着他讲好了。好，那你们要互看好了。我先补充一下，因为在观众看不到这个视角，就是那个腾腾一直在摸那个萧立成的大腿。好，你们先讲出来吗？好，来，先讲一下，说有什么话想要跟彼此说。就是善存，就是谢谢你，然后有你在这出现在这部戏，我觉得很感谢你。然后在这段过程中，你不断的扶持我，然后教我很多事情，然后又像情人，又像朋友的关系，然后又像老师的关系，然后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爱你，很棒，好。这太感动了，因为通常这么认真的话，好像是我对他说，他突然这么认真，我是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立安来我这边留言，就是他说我们两个的关系很像悟空跟达尔，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可是你愿意为了做一件事情，然后去接纳彼此，然后给彼此帮助，结果我们就创造出来一个更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工作里面很幸福、很浪漫的事情。那希望这部剧大家都会很喜欢，因为我们两个自己很喜欢。对，是你们一个很棒的回忆。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难得的，因为你拍一部片，我觉得搭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搭档之间的那个感情好不好，或者是有没有火花，其实观众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你们要好好的，就是既然这个缘分把你们安排在一起，就是要好好珍惜它。对，好啦，那今天谢谢你们，谢谢。好，那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近距离爱上你》好了，就是虽然现在在热播当中，对，有没有要提醒他们的？近距离爱上你。虽然大家觉得他的外表是用一个非常喜剧、很浪漫的样子给大家看，但是其实我们在剧情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揪心、很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所以大家如果之后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东西，都可以到 LINE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这边的现实动态跟我们说互动，我们会找机会跟你们一起聊。像这部剧，像这部剧。他在表达的一个含义叫做勇敢去爱。那我就想到一个，就像小一哥说的，就是爱没有分性别，爱没有分国界，爱没有分肤色。我觉得这个就要告诉大家是说，你有爱，你心中有爱，你就要就是很轻易的表达出来你的感情跟爱，勇敢表现出来，对，勇敢去爱，就跟你现实生活中一样，其实如果你喜欢，你也是勇敢的表现出来，这样子，对，送运动饮料也可以，对，就像有时候要常跟爸妈说我爱你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去很轻易的去说出来，这个真的要练习，对，这样去练习不简单，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是要练习去做它这样子。好，今天谢谢2位。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在 Podcast 上面帮我们订阅，然后评5颗星，谢谢你们，谢谢，拜拜。